克里斯，你别走，要走也应该是我走。你跑过来就是为了对我要说这个？哎，你干嘛走啊？你叫什么教授啊？没说完话呢。来来，听他把话说完呢，说完。你想说什么？看看今天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是什么？假如你还有做人的一点儿最起码的良心，那么请你告诉我，咱们俩之间究竟是谁哄骗了谁？领口太高了，应该再做得低一点。Lucy，请给销售部打个电话，问问暖色系列的订单出来了没有。哦，好的，谢谢。Cindy，腰上再加条链子就好了，在这里，好吗？稍微长了一点儿，去掉1寸。我刚才问了销售部了，他们说到现在为止，暖色系列没有订货。什么？我说的是巴黎得大奖的暖色系列。是的，汤喷。一张订单也没有吗？是的，暖色系列没有人订货，至少目前没有。汤喷。谢谢，Lucy。不客气。女士们、先生们，也许我们不愿意相信，但这是事实。在巴黎时装节获得极大收获的兰士伯时装公司，目前陷入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中。首席时装设计师安瑟尼和巴黎时装节的宠儿汤潘之间出现了危机。纽约时装界不是任何人都能闯进来的，它需要你有强大的靠山，你的家族背景，还有你是否有着巨大的名声。我认为纽约时装界是不公平的，它非常的保守，它排斥新的力量，所以汤潘要想在其中立住脚是非常困难的。哦，这太不公平了。我相信汤潘小姐，相信她一定能够打入纽约市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等着瞧吧。任何新事物都会引起人们的议论，甚至争议，但是时间会说明一切的。我认为安瑟尼先生应该让位给汤潘小姐，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是我知道还会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他，但是我一定会支持他。女士们、先生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吧。今天的服装发布会是专为汤潘小姐在巴黎获大奖的新系列而召开的。大家知道，兰士伯是有着很好的信誉的，在与服装界各位同仁的合作中，兰士伯永远是你们的朋友。我今天请求大家继续把兰士伯当成你们的朋友，接受兰士伯的新概念。好了，朋友们，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汤潘小姐。汤潘，说两句。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一起，来分享我的这个暖色系列。我永远相信服装是装饰生活的，它要让生活美起来。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我的老板雷恩给予我的所有帮助和支持。谢谢。谢谢。太客气了，谢谢大家。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在巴黎获奖的服装系列。
请问这组服装和兰士伯系列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兰士伯的产品，但我们认为兰士伯的产品都是安斯尼先生设计的。如果不是安斯尼先生设计的，能否还算是兰士伯的产品呢？这对纽约时装界来说，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没错，我们提起兰士伯服装，就必然会和安瑟尼先生连在一起。如果没有安瑟尼先生的兰士伯服装，那么这些服装是否算是真正的兰士伯服装呢？兰士伯服装也是在变化中求生存。名牌就是名牌，它是从设计到生产，每个环节都是名牌。先生们，你们是否认为，即使这套系列设计的再好、再美观，只是因为它不是安瑟尼先生设计的，你们就不接受它呢？是不是，先生们？市场是由品牌左右的，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无可非议的。先生们，如果我们承认这套服装就是兰士伯的品牌呢？他们会说我们欺骗了他们。如果你们还要推什么新人，而不继续以安瑟尼先生的名义推销兰士伯这个品牌，我想大家是很难接受的。你们应该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设计都归安斯尼先生一个人名下，才能使兰士伯的品牌名副其实吗？未尝不可，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欺骗顾客。不，只要是首席设计师承认的样式，它就具有兰士伯的特点了。哼，我不理解。先生，你应该理解，纽约时装界需要你用时间和脑子去理解。先生们，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一下新人呢？雷恩先生，我下3000订单。太好了，你有过人的胆量，女士，我很佩服。但是，请原谅，我还是要说，你的这个决定是不明智的。我们走。我们还是要成熟的东西。尊敬的女士，我祝你成功。谢谢。不客气。先生，我搞不清楚了，纽约时装界应该是引领潮流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保守了呢？上帝知道。哦。啊，请问你们3000个订单还生效吗？当然生效，为什么不呢？汤潘，没关系，纽约时装界就是这样。尊敬的女士，你完全可以退掉订单。雷恩先生，难道你自己也不自信吗？不，我对汤潘充满了信心。有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还不够吗？林凤，汤潘，知道我为什么约你来这儿吗？我不想让兰士伯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林凤，你没必要这么做，这太冒险了。我不光是为了你，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咱们到那边去做吧。我现在已经接了 Michael 时装销售公司的经营权。但纽约时装界真的是不容易打入的地方。麦库原来的客户，他们还都不太认识我。原来以分期付款下订单的方式，现在他们都不愿和我做了。麦库做好的几个品牌，现在也都开始转向别的零售商，
所以我现在也需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也就是说，除努力继承 Michael 原来的品牌市场以外，我必须在市场上有一个我自己推出的品牌，这样才行。那你的资金呢？因为 Michael 的子女还在为财产起诉，所有资产都冻结了。但是我不能停着不动，我要先动起来。我已经瞄准了你在巴黎展示会上得奖的那个暖色系列。汤盘，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能力把它全部买断，但是纽约时装界对它的认识，我觉得只是个时间问题。汤盘，你把这个系列给我吧，我想我会尽快打开这个市场的。凌风，你就那么自信吗？你看，知道它叫什么吗？帝国大厦。对，什么叫帝国？就是美国。你知道上面有多少家中国公司吗？40多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纽约是个国际大都市。我想，华人是能够有自己的位置的。总经理好，你好。总经理好。我已经通知大家了，马上过来开会。你坐这儿吧。好的。嗨。你好。早上好。你好。人都到了，我们开始吧。好。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呢，是我们本季度第3次业务员会议。我希望大家把每个人的业务情况都告诉我。我所负责的南方、佛罗里达等州的销售，从本年度来看，新品种不多，名牌服装虽居市场的主导地位，但明显式样老化和呆板。专靠品牌效应占有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几个季度如果没有什么变化，销售会很快下降的。我在本季度推出的服装比上个季度下降了30%，应该说这个季度是销售的旺季，但我们的品牌太少。非洲籍的商店本季度推销的也不好，许多商店听说我们换了老板，不知道我们是否和他们继续合作，所以都在观望。印巴人的商店目前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在等着新的领导人的态度。从日本和韩国的市场来看，品牌效应应该不是主要的，而形式多样化和活泼性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有品牌效应的话，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好，我觉得大家的意见有3点：一，需要品牌服装；二，因为我新接手公司，所以需要和大家重新认识；三，服装的样式太陈旧，我们需要新的进货渠道。还有吗？基本上没有。好，我现在决定去见一见各方面的合作伙伴。我有个想法，我要向我们的朋友发出邀请。时间嘛，我想就定在美国国庆日，也就是7月4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一个发布会。在那里，我们将要推出新的年轻的品牌。所以，我希望大家把各自所需邀请的客人的名单报上来，审核以后再发出邀请。大家觉得怎么样？好，很全面，不错，谢谢。
夫人，我们邀请的客人今天都到了，只有亚特兰大的奥斯先生说明天上午赶到。我让你买的筹码你买了吗？已经打入赌场的账号了。道格拉斯先生，您为什么不去玩一玩呢？夫人，我不喜欢玩这个。我和迈克尔是很好的朋友，对他的去世我表示诚挚的哀悼。谢谢你，道格拉斯先生。迈克常跟我提起你，说你是他的好朋友，并说你会帮助我的。当然了，夫人。去玩一下吧，道格拉斯先生。我想有我在你身边，你一定会有好运气的。哦，夫人，谢谢。不客气。对了，我把筹码都给你买好了，走吧。希望我能给你带来好运。林女士，那边有人找您。好，对不起，失陪了。谢谢。您先玩。哦，见到你真高兴。你好，你好。请帮我兑换成现金。好的，先生。对不起，先生。非常抱歉。哦，你好，贝瑞特先生。尊敬的夫人，感谢你的邀请。等你很长时间了，我有事要出去一下。不过我已经给你订好台子了。哦，真是盛情难却。希望你玩得高兴，好吗？谢谢夫人。再见。见到你很高兴，我也是。你好，弗兰克先生。你好，林女士。所有的一切我都替你们安排好了。哦，谢谢林女士的热情款待。这边请。好的。罗西，帮我通知安瑟尼先生好吗？他已经1个星期没来上班了。请告诉他我要跟他谈谈。好的，雷恩先生，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巴黎获奖的汤潘暖丝系列目前的订货单已经上升到5000份了。什么？千真万确，从昨天到今天，订单一下子上了3000份。哦，哪家公司？是迈克服装销售公司，还有泰安娜公司和施诺公司。哦，就是那天先订了3000份的那位女士。哦，是的。我们过去跟他们的来往如何？过去有一些来往，但是来往并不紧密。哇哦，这是真的吗？当然。太妙了。雷恩先生，你好。汤潘，兰士伯公司用你非常正确。让我告诉你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我要衷心的感谢你。
喂，令凤，我是汤潘。这不是在做梦吧？汤潘，你还担心什么？你哪来那么大能耐？快告诉我！说呀！汤潘，生意场啊，在哪都一样，是战场。你呀，不适合干这一行。我嘛，得心应手。克瑞斯先生，也许你的决定是错误的，我认为你应该留下。你在这干什么呢，小欧？你看上去比法官还要严肃。哦，主任你好。我猜你不会是在思考眼前这个典礼的哲学意义吧？我只是有点儿，我需要平静一下。是啊，是啊，是让人激动啊。这让我想起30年前我的大学毕业典礼。哦，顺便说一句，我看了你的求职报告，还有克里斯教授给你写的推荐信，他对你评价极高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什么？主任，我们该照集体合影了。那么我们去吧。嗯。克里斯先生，学校随时欢迎你回来任教。谢谢你。大家都到那边去照相吧，快去！走，哎，照相。克里斯，克里斯，我求你原谅我。如果你想从我这儿听到什么你爱听的话，作为我们关系的结束语，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不。我绝不宽恕。喂，你好，找一下克里斯。走了？去哪儿了？机场？请问你知道他要去哪儿吗？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喂，林姐吗？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呀？啊，是吗？对不起，打扰你一下。林姐，是这样，我有急事想求你帮个忙。小欧，上车吧，放心吧，120迈飞过去。走。哎，走。哎，航班，他航班你知道吗？啊，走。哎，你怎么这么急呀？哎，小欧啊，小欧，哎，你是不是什么东西落在他那儿？怎么这么急呀？啊，是，啊，怎么回事？走。哎呀，在哪儿呢？他得找到他。
哎，是他吧？啊！女士们、先生们，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从17号登机口登机。女士们、先生们，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你叫他去，你叫他。请旅客们走，从叫他去啊！走，走。我和小藕开车，哎，那小藕，哎，小藕，说话呀！哎呀，快走，他要跟你说话，走啊，走啊，走，走走，小藕，你快点啊，快点快点，来，走走，哎呀，快说呀你，小藕。克里斯，你给我5分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克里斯，你别走，要走也应该是我走。你跑过来就是为了对我要说这个？哎，你干嘛走啊？你叫什么教授啊？没说完话呢。来来，听他把话说完呢，说完。你想说什么？看看今天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是什么？假如你还有做人的一点儿最起码的良心，那么请你告诉我，咱们俩之间究竟是谁哄骗了谁？哎，你干什么你呀？你干什么要这样啊？我不知道你是谁，不过我警告你，为了你自己的安全，最好靠边一点。天哪，不行，你转过来，转过来，听他把话说完。小藕，快说。玲姐，麻烦你帮我买一杯水好吗？我渴极了。谢谢你啊。他要敢对你怎么样，我告警察局去。快去吧。谢谢。克里斯，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听你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克里斯，你真的不了解我对他的感情。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爱上了他，他是我的青春，我的梦想。可是他不爱我。我跟你说过了，他不爱我。是啊，但是你仍然爱他，你爱他爱得至死不渝。我真搞不明白，小藕。我只是不能看见他跟别的女人。唐潘这么多年了，他还对他念念不忘。我一看他对他那个样子，我心都要碎了。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不能失去他。可怕的逻辑，愚蠢的女人。既然她不属于你，她一定会属于别人。嫉妒、占有欲，这都是一种罪恶。她已经断送了你自己一生的幸福。克里斯，我知道，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哎，你怎么走了？玲姐，让他走吧，让他走吧。什么？他是心脏病？是的，非常不幸。克里斯先生的病情，实事求是地说，
怎么？咱们出去说吧。不，我要知道一切。我的病情是不是非常严重？也许不至于那么糟，只有在手术后才能下定论。手术？我必须手术吗？现在你身体很不好，你需要恢复一段时间才能动手术。我真的害怕在医院里待着。我也许可以离开医院，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休息。哎，疙瘩汤好了，疙瘩汤，来，哎，喝了我的疙瘩汤啊，保你治百病。看看多鲜美呀，味道。尝尝吧，克里斯。克里斯，克里斯，头热不热？哎呦！小欧，求你不要离开我，别离开我，小欧，别离开我，小欧，别离开，小欧，小欧。喂，林姐，她怎么样？哎，小欧啊，她一直迷迷糊糊喊你的名字，你还是来一趟好吗？林姐，我知道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再见。你怎么起来了啊？你去睡觉去，去睡觉。睡觉。我怎么会在这儿？这儿怎么会在这儿？哦，你是在飞机场呜，你晕倒了，你的血压蹦噔蹦噔蹦噔很高，小偶和我滴滴把你送到这儿的。这是在哪儿？什么地方 ？My home。小偶在哪儿？哦，小偶。对，小偶。滴滴 ，Go home。Go home。哦，汤盘，请到这儿来。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汤潘。啊，很高兴认识你，汤小姐。凯瑟琳小姐。我想你应该认识她，她是好莱坞大名鼎鼎的女演员凯瑟琳·塞拉。欢迎你。这位是我的未婚夫，杰瑞。嗨，杰瑞。嗨，你好。听说你们就要结婚了，恭喜。谢谢。凯瑟琳和杰瑞来纽约参加一个慈善活动，被我劫持到这儿来了。我对凯瑟琳说：“你会不虚此行，也许唐潘能为你设计一套举世无双的美丽婚纱。”当然，我愿意为您效劳。就是在那个活动上，我们碰到了雷恩。雷恩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兰士伯订一套婚纱呢？”我跟杰瑞商量，觉得这个主意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们就来了。谢谢欣欣啊。谢谢。谢谢。凯瑟琳小姐，我太喜欢你了，非常荣幸。见到你，我们也非常高兴。你好。你好。
汤小姐，我们准备结婚的事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你尽管放心，只要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的嘴巴已经封上了。而且我们兰士伯的服务宗旨也是替顾客保守秘密，这也是我个人的处事哲学。上次离婚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嫁名人了。我跟杰瑞也算是患难之交，我们是在比弗利山庄认识的。那时候我刚做了肿瘤摘除手术，我坐着轮椅，不瞒你说，老态龙钟的，我以为自己快死了。亲爱的，你看什么病来着？肩关节扭伤。哦，对，就是那个。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就是凯瑟琳吗？你跟我想象的一样美。”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可我知道这个高大的男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请他到家里来喝茶，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一切就这么开始了。他是上帝派给我的。婚纱礼服的10套方案必须要在1个月之内交货，因为如果被他们选中的话，凯瑟琳·塞拉的第7套婚纱将委托兰士伯全权制作。知道了。奇怪的新闻，你看，60岁的凯瑟琳嫁给了30岁的小伙子。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Wow, I feel nothing. A sugar and spine. Oh, 谢谢雷恩先生。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过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汤潘小姐。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好，哦，您好，苏珊，你好，凯瑟琳，没看见。我们的你好，你好，在那儿。女士们、先生们，凯瑟琳·塞拉和杰瑞的结婚仪式就要开始了。好极了，好，太好了。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I feel nothing. A sugar and spine. 你来了！恭喜恭喜！这都是我的朋友。凯瑟琳，恭喜！谢谢你能来。凯瑟琳小姐，你幸福？我太幸福了！我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找到了我的真爱。太好了！你设计的服装太漂亮了。谢谢。这是凯瑟琳小姐的第7次婚礼，也是凯瑟琳小姐7次婚礼中规模最小但最具特点的一次。凯瑟琳小姐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真挚的一次爱情，她要的是真情相爱，而不是名利和虚荣。凯瑟琳女士被称为银幕玉女，青春和爱情相伴了她的一生。64岁的凯瑟琳小姐看上去仍然风采迷人。现在婚礼上出现了出乎意料的一幕，凯瑟琳小姐和纽约兰士伯的服装公司老板雷恩和设计师汤潘走到了一起，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据说凯瑟琳小姐的这次婚礼的婚纱就是兰士伯公司专门给设计的。可以预测的是，兰士伯公司因为有了凯瑟琳这次机会，将会出现一次大的转机。这次婚礼上的另一个新闻人物就是兰士伯时装公司的设计师汤潘，他才是凯瑟琳这次婚纱真正的设计者。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用她的魅力征服了好莱坞，也许她还将征服美国。汤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天一天就有268家给我们下了订单。
都是暖色系列吗？暖色系列的现货已经全部售完了，这是婚纱，兰士伯婚纱系列。真是太高兴了，来吧。哦，谢谢。哦，拜拜。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